看主播吃的多香。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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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嗨，大家好，我是那言，欢迎来到科技美学的直播间啊！看见我呢，就意味着你又长了1周岁哈。上周还是去年，这周已经是今年了啊！时间过得是飞快啊！不知道过去这周你都过得怎么样？你对你2023年来个预期吧。如果100分，你觉得2023年你能完成多少分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好，接下来咱们赶紧盘点啊。那如果觉得主播说的好玩，可以把哈哈哈哈打在弹幕上。如果觉得主播在瞎编啊，可以把圆周率后15位打在弹幕上。我们抓紧开始。首先啊，当然是我们熟悉的节奏啊，来看一波 iPhone 15的爆料。那么过去一周的话呢，其实我们已经针对 iPhone 15的外观给出了比较明确的一个外观设计，由方变圆。那对于这个外观设计，看一下同学们弹幕，满分100，你打几分？那除此之外呢，当然就是大家关心的一个性能啊。如果你外观就是这样了，我可以习惯习惯，但是你性能表现怎么样呢？目前根据分析师杰夫给出的下一代的爆料呢，表示在边框部分呢会给出钛合金的边框以及固态的音量键，也就是在侧边这个位置啊，不再是这种机械按键了，而是这种类似触摸型的按键。那除此之外呢，内存部分 Pro 版本呢会升级到8G 内存，目前我们知道是6G 是吧？在15这代呢会来到8G 内存，但是如果是 iPhone 的15的正代啊，仍旧是6G 是吧？就是肯定得区分开。另外呢，在内存部分呢，会升级到 LPDDR5 的内存。另外，有同学说，你这安卓阵营不都是 LPDDR5X 了吗？你这怎么 iPhone 15才升级到去年的规格呢？这就不错了，你知足吧。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消息表示呢，在 iPhone 15上所要搭载的 A17 的芯片啊，将会改变策略。以前我们都知道性能都是苹果非常的厉害啊，逐年提升，但是今年 iPhone 15呢将会注重电池续航，而不是性能。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性能提升有限，低情商，这个性能到头了啊，没法再提升了。高情商，我们要注重电池续航了。哎呀，潜台词就是挤不动了，牙膏就这些了啊，挤不动了，大家谅解一下。那么根据9to5 Mac 报道呢 ，iPhone 15这边啊将会采用3纳米工艺啊，但是呢，它并不是一个性能的提升，而是着重去提升电池续航这边啊，功耗方面呢应该会有所下降，但是性能部分和如今的 iPhone 14应该是变化不大的。行吧，我觉得也还行啊。如果说真的是它目前保持啊 iPhone 14现在这个性能，续航你给我提升50%，那我也买爆。来问大家一下啊，一边是性能提升，一边是续航提升，如果只能2选1的话，你会选谁呢？选性能打个1，选续航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有同学表示能不能2全？哈哈，对不起啊，没那么大能力，2全不了啊。看完了 iPhone 15啊，我们还是要看目前的 iPhone 14，毕竟它才是主力销售的机型。来看一看关于 iPhone 14的好消息。我先问你一个问题啊，你知不知道 iPhone 14系列换个电池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你觉得是多少钱？3、2、1。好，我们来公布答案啊。这里边呢是 iPhone 14 Pro Max， 那么它更换电池的价格是仅为748元，好便宜啊！当然我们知道啊，这是 iPhone 14专属的价格。如果呢你是 iPhone 13、iPhone 12之前的产品啊，没有这么贵，500、600块钱就可以了。应该说这个价格呢是只有全新一代 iPhone 14才可以享受到。当然大家可能注意到我这张截图的下方有一个黄色的区域，一般黄色的区域都是重点的，所以我们放大来看一下。那这边写的很清楚，从2023年3月1号开始， iPhone 14之前的所有 iPhone 机型的保外电池更换服务将增加169元。怎么样，大家觉得这是不是个好消息啊？让我们的 iPhone 13啦、iPhone 12啦、iPhone 11的用户啊，也能享受到我们 iPhone 14 Pro Max 的换电池的价格。大家觉得这波操作100，你打几分？我们广大用户喜迎涨价，凭什么他们换电池就748，我们换电池就500块钱啊？为什么这样？我们也要，可以，已经为您费用增加了169元，3月1号开始就能实现了。好啊，咱们不开玩笑啊，目前的 iPhone 13系列的电池更换服务呢是519元人民币。那么在增加169元之后的价格啊，你自己理解一下。好了啊，这里边呢应该还会有很多这个苹果电脑和 iPad 的用户表示啊，为什么便宜他们？为什么给他们福利？为什么只有 iPhone 的电池价格有变动，我们 iPad 的价格为什么没变动？
别着急啊，根据最新的消息的话呢，从2023年的3月份开始，所有的 MacBook Air 机型的保外电池服务呢将增加290元，所有的 MacBook Pro 啊，也就是我用的这款电脑的机型呢，电池服务将增加480元 ，iPad 机型增加149元 ，iPad Pro 最新机型呢将会增加同样的价格，一视同仁了，属于是吧？这我这 MacBook Pro、iPad， 还有我这 iPhone， 我一个没落下是吧？我还能说什么呢？一碗水端平啊。这才是国际大厂的风范，所以呢，就是建议大家啊，趁着3月1号之前赶紧换电池，要么你就换手机，反正你抓紧。这里边吧，这个事儿呢，咱们还是要冷静的和大家对待啊，去说一下啊。这里边虽然苹果提供的这个保外电池啊，它这个价格是比较贵，但是你别忘了它是保外电池啊。如果呢你买了苹果的 Apple Care 的话，那么当你的电池呢掉到了80%以下，那么就可以去免费更换电池。哎，这是不是表示苹果逼着我去购买 Apple Care 啊？那是不是也就说明只要我买了 Apple Care， 我的电池健康就不可能掉到80%以下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有同学说你这电是金子做的还是池是金子做的啊？你是电池保熟吗？我想跟这些同学说啊，你都买了 iPhone 了，你还换不起电池吗？你嫌贵，我还嫌贵呢。现在这大冷天的是吧？哪来的电池啊？这锂电池都是大棚里种的，对不对？你要不要啊？你要不要吧？来看 PC 端的消息啊，由于近期的话呢，显卡换代啊，30换40系，大家对这个价格呀，可以说是喜迎涨价呀，是吧？那目前呢，媒体采访啊，有一些业界人士表示，显卡可能不会再降价了，要便宜你只能去买矿卡。大家对这事儿怎么看呢？居然告诉我显卡可能不会再降价，我就想问你这个业界人士是哪个业界的业界人士啊？啊，是不是都是挖矿业界的呀？啊，我发现这个业界人士的话你也不能老相信是吧？我还说我是业界人士呢，我说他明天就降价。来问一下同学们啊，你觉得未来40系的显卡的价格是会一直坚挺啊，一机难求啊，炒上天呢，还是会降价？看一下同学们的幕。之前呢，英伟达还迎来了一波改名风波，是吧？4080改名叫4070。那么4070洗白上市之后，目前的价格，最新的消息，4070 钛首发开卖6499元，黄牛都哭了。不是说好了涨价吗？怎么他们都原价就往外卖了呢？同学们，听我一句劝，原价也不值啊，根本不值得买。这个4070，你适配到以前的同样档次的显卡。6499元，4699元顶天了，好不好？你说这个显卡这个领域，咱还能不能找到点希望了？能不能？我觉得还是有希望的。就啥意思呢？你看咱们聊手机的时候啊，你说聊华为啊，聊小米啊，聊苹果、三星啊，都吵成一团。咱们聊车的时候，合资车呀，还是国产新能源也会吵成一团啊。你是油改电呢，还是混动啊，还是纯电，也会吵成一团，对吧？聊手机的时候，你是 iPhone 好还是安卓好，大家都吵成一团。唯独聊到显卡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观点统一，我们在所有的领域都吵成一团，唯独显卡让我们团结在了一起，不买。谁说显卡没有作用？大大的促进了咱们科技圈的团结。大家觉得主播说的有没有道理？所以你们不要老是吐槽老黄，老黄让我们团结在了一起啊！我们可以给他刷爆6是吧？来问大家一下，平常你最常用的聊天软件是什么？微信打个1， QQ 打一个2，钉钉打一个3啊！1、2、3，来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啊！如果都用你就打1、2、3，很快就要4了。我们看抖音这边推出了抖音聊天，目前已经上线 Windows 端和苹果端都可以下载。那它整个这个聊天界面呢，你可以看到好像和 PC 端的微信是比较相似的，左边联系人，右边聊天窗口。大家觉得抖音推出聊天软件这个前景如何呀？觉得挺好啊，能干翻微信打个1，觉得不行哈，2天就完了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目前呢还没有说这个软件它具体叫什么名字啊，也许就叫抖音聊天。但是呢，我觉得是不是可以来一个更好玩的名字啊？你看，我们知道这个抖音在海外啊名叫 TikTok， 那不妨咱们就给抖音的聊天软件起个名字，叫 TikTok 是吧？还有同学说应该叫抖信，还有同学表示叫抖钉。咱们在抖音聊天软件里面打字打了半天，聊来聊去，聊到最后说那什么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号是，聊到最后加个微信。其实过去这些年啊，这各大厂商都推出了自己的聊天软件，对吧？你看罗老师也推出了自己的聊天软件嘛，但是呢，聊到最后都是加个微信吧。罗老师表示勿 Q， 我并没有招惹你们任何人。还有同学表示应该和 QQ 结合，叫 Q 抖，那还不如叫秀抖呢，是吧？
好，看完了桌面端，来看游戏端。我们知道过去年度游戏啊，最佳作品是《艾尔登法环》。大家知道《艾尔登法环》的盈利收入是多少钱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作为全球第一的最佳游戏，你觉得是多少钱？有多少亿就完了，10亿你打个10啊，20亿打个20，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我们公布答案。各大媒体报道呢，《艾尔登法环》啊销量超过1200万套啊，那么收入呢来到45亿元，是真的挣钱呐。好，那看到这个新闻下边啊，有了一个这么个新闻，《艾尔登法环》卖了1000万份，跟《原神》比哪一个挣得多呀？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那你觉得《艾尔登法环》挣得多打个1，觉得《原神》挣得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啊。这个不是我这么想的，我是搜这个《艾尔登》的时候，下边有这么一条新闻，在一个页面里出现的。下面我们公布答案，3、2、1，《原神》收入276亿。原神2年啊，仅移动端就售出276亿。还是原神香啊，这可以。来看一看 Windows 的好消息。过去几个月，咱们频繁的跟大家说啊，这个 Windows 10的市场份额那是一骑绝尘 ，Windows 11的市场份额那是增长乏力。之前大家都觉得是不是就咱们比较念旧啊，就觉得 Windows 10好啊？但是啊，还有深层次的原因。最新消息啊，根据调查机构的调查，实测发现 Windows 11啊，它并不比 Windows 10更快。那么根据多项测试，这里我们看到呢，上方 Windows 11红色的，下方 Windows 10，多项测试的对比看来呢，有不少的测试项目都是 Windows 10比 Windows 11的表现更好。来问大家一下啊，你目前正在用什么操作系统啊？用 Win7 打个7 ，Win 10打个10 ，11打个11，用苹果就打一个苹果 Mac。看一下同学们弹幕。主播一句话评论啊，我觉得它这个标题一点都不完整。什么叫 Win 11并不比 Win 10快啊 ？Win 11不止没有 Win 10快 ，Win 11啊还没有 Win 10好用呢。这才是完整的标题的。就我自己的电脑嘛，有一台2年前的电脑啊，升级完了 Win 11之后是继续卡。后来我又还原回去了，还是 Win 10比较快啊。我这边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你的电脑是2020年之前的配置的话，就最好别升级，千万别升级。看完了 Windows 阵营的软件啊，再来看一看硬件。Lenovo 发布了 Yoga Book 9。是的，你没看错啊，它是一颗双屏笔记本，额外还带个键盘，这样一个形态啊。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满分100，你打几分呢？我觉得这个设计上面屏幕下边屏幕是不是可以玩 3DS 模拟器啊？除此之外呢，还想起了若干年前一位故人 Surface Duo， 像不像？是不是一模一样 ？Surface 啊，微软表示谁更懂做产品呢？行吧，反正微软在这方面确实是比较领先的。我是说它设计很好啊，我可没说它品控啊，你们可别瞎编，是吧？这设计还是不错的。而且你看，变成了笔记本之后啊，如果2个产品，屏幕一叠加，对面和你和你女朋友在家，俩人可以用一个电脑，是吧？面对面坐着一起玩原神，你说这，所以这个设计还是可圈可点。好，那大家猜一下价格吧？你觉得这款 Yoga Book 9双屏笔记本电脑会卖多少钱？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来问大家一个问题，你心目当中的好的公司应该是什么样子？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咱们可以散发脑洞啊！你觉得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呢？好，我们来看一下一则消息。乐视宣布，本年度开始呢，执行4天半工作制，每周工作4天半，其中呢，每周3弹性工作半天。答案已经非常明显了。我不是说乐视啊，什么样的公司是好公司？没有老板的公司就会成为好公司。觉得主播说对，可以打个6是吧？哎呀，你们公司休几天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这么说吧，你们公司元旦休几天？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97同学说，优秀的公司啊，赚取利润；伟大的公司赢得人心。你看从这个角度来说，贾老板他楷模啊，是不是？同是视频网站啊，咱们再来看一看其他视频网站的表现如何。来看优酷啊，也是我们的巨头之一。那么优酷呢，最新发布了一个规则啊，这是针对会员的福利。优酷更改会员登录规则，一个账号啊，仅能在1台手机上登录。好，来问大家一下啊，你自己有几台手机呢？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哎呀，这确实是会员福利啊！只有会员才能够享受到这样的一个单账号登录的福利。那么根据新浪科技报道呢，同一个账号啊，最多可以登录的设备是3个，其中包括手机端、Pad 端、电脑端、网页端、电视端、车载端啊。注意，这些端呢，最多是登录3个。未来啊，也许会增加更多的会员权益呢。大家不要着急。
本年度呢，优爱腾这边的这个新闻都不少啊。前段时间他们也是涨了价格啊，比如说从原来的15元涨到20元，又涨到25元，对吧？整个这个涨价过程还是非常平滑的。好，看一下同学们的幕啊，大家觉得未来的话，会员还应该增加哪些福利啊？有同学说呀，会员呢就应该增加专属广告，对不对？那咱们普通人看这广告也买不起，还是应该会员能买得起广告里边展示的那些产品。所以呢，就把这些优秀的广告啊给会员来看吧。我先说我自己啊，我是有会员的啊，有优酷会员的，当时是天猫88 VIP 带的。好，那么目前的现在优爱腾的这个会员价格呀，普遍已经来到了25元啊。来问大家一下，你觉得视频网站的这个会员价格呀，多少钱你可以接受呢？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同学让我评价一下啊，我觉得呢，大家还是要理解一下啊，咱们呢不要总去拿国内的这个视频网站啊，去和网飞啊或者油管啊去和网飞他们去比较啊，不要这样，咱们不要总去吐槽，咱们一定要心怀感激，是吧？什么意思呢？就是你看，优爱腾视频会员涨价啊，这个我觉得应该咱们要理解，应该支持。你说咱们这个视频网站，咱们内容上面比不上网飞，画质上面啊比不上网飞，分辨率、码率都比不上网飞，那我价格总不能比不上，对不对？我价格和他们看齐，咱说咱得有一头，是吧？其他地方虽然比不上，但是我价格比他高啊，是吧？我总有优秀的地方，你应该发现我们身上的闪光点。不看数码圈这些闹心事儿了啊，来看车圈，来看小米。那最近呢，网上流传出2张爆料图啊，据传可能是小米汽车。那从这个车窗呢看，应该是一款溜背的大溜背的，类似有点跑车造型的感觉。而且呢，从车上面呢还有一些细节，注意看额头的位置啊，应该是激光雷达。那么看起来呢，小米应该是走这种激光雷达的智能化的路线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角度啊，可能看得更完整一些。整个这车看起来还挺长的啊。之前呢，雷军曾在微博投票啊，包括有轿车、有 SUV。那么现在看起来，如果这个是真的话，那么选择的是一个以轿车为主的溜背的类似列装车的感觉。那从目前的消息来看的话呢，小米总部是在北京，将会分2年2期建设年产量30万辆的整车工厂，其中呢1期、2期产能分别为15万辆，预计呢2024年首辆车将会下线并量产啊。现在呢是2023年，也就是说还有1年的时间。其实当年小米刚开始宣布造车的时候，咱们就曾经聊过啊。如果从0开始的话，差不多需要10年。如果呢是联合造车的方式呢，也许需要5年。现在来看的话，小米应该是一个自主造车的模式，但是速度还是很快的，5年左右就可以。那么之前呢，媒体也有报道啊，说小米选择造车的这个时间，选择这个价格啊，在微博几轮投票之后，最终价格定了。来，大家猜一下啊，小米如果是这辆车的话，你觉得多少钱合适？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好，那来看媒体的相关报道啊，定价区间是10万到30万之间。哎呀，大家觉得这个价格怎么样啊？觉得高了啊，打个1，正好打一个2，低了打一个3。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我想说这个标题这不废话吗？你这啥叫10万到30万之间呢？你还不如说1万到100万之间呢。你这叫区间吗？这啥区间呢？这是啊，咱一般说区间呢，你对吧？你10万到15万，20到25，30到35，这叫区间。你10万到30万，你愁死我了。好，那下一个咱们来一起预测一下啊，因为现在呢是2023年初，大家觉得小米这个车实车上路开卖会是什么时间？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啊。你觉得是2024年初啊，还是2024年末呀？雷总表示我们的汽车2024年准时上市。贾总表示我们的车下周就上市。当然，有最新的消息爆料呢，根据晚点独家那么首款小米的车预计呢是在26万到30万之间，并且呢，小米目前是同时在研发2款车啊，双版本，配置有所不同。那下面咱们就来说一下价格啊，现在预测呢是26到30万之间，但是呢，我猜小米呢也许在公布价格那个时候，雷军的原话应该是这样的：我们的价格已经确定定在26万到30万之间。但是我连夜说服了多位高管，最终我们的价格是咚，就是这个价格。雷总表示你这捣乱的是不是？纯粹是瞎编啊！对不起啊，不是这价格，是这个价格。我觉得这个价格是不是像多了？199999。如果觉得是这个价格的话，可以打一波6啊。如果是这个价格，那应该是小米卡丁车啊。
来看这边，那么是吉利预热一款新车啊，只有外观没有实际的样子，但是在它中间前中网这个位置啊，你会发现 Happy New Year 的字样啊，这是什么意思？那么从最新消息显示呢，吉利这款车啊，在中间会有一个显示屏，这个显示屏呢会显示各种各样的定制的文字 ，Nice to meet you, Happy New Year。对吧？还可以显示我们的温度啊，显示这个车内温度，还可以显示充电完成啊，还可以显示电量。这车你要是开出去接你女朋友，你女朋友一看啊，你这没电了，你这能上哪儿去啊？回家吧，是吧？就这个车外显示屏啊，咱们都是车内显示屏多大多大，我觉得车外显示屏还是挺有创意的嘛。放一个天气预报啊，一边开，路人都可以看到今天多少度，是吧？多么贴心呢！这款车呢，前面这个显示屏横条的啊，让我想起了苹果的灵动岛啊，不断的去变换显示内容，对吧？你看还是两边显示啊，中间这个位置可能是激光雷达。大家觉得这个设计怎么样啊？未来会不会成为电动车的主流设计啊？也就是在车外放显示屏，觉得会打个1，觉得不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弹幕。有同学表示啊，你不要总去吐槽，我觉得这个功能就挺好。咱普通车啊不能用，网约车可以用啊。显示屏上写着“尊敬的叉叉先生啊，我是叉叉叉，欢迎您上车”。你看这是不是绝对不带上错的？你是懂网约车的。平时还可以显示广告吗？大铁棍子医院童主任为您解决疑难之忧。好，我看啊，很多同学啊都显示啊，这个不可能成为未来的主流，那可不一定啊。咱们继续看，那这辆车呢是久未露面的索尼和本田合作的一款电动车啊，名字呢叫做 Afeela， 预计呢是2025年开售啊。这车外观大家打个分数吧，满分100，你打几分？就是应该是索尼提供车机技术，然后本田呢提供整车技术啊，大概是这情况。注意啊，这车和刚才那有什么关系呢？你仔细看，这车前边它也有显示屏，而且呢还不是灵动岛，它是完整的环形显示屏。有的说这不是车标吗？还有呢，对吧 ？Charging 显示充电82%，你看我们电池多长。所以啊，这看起来是海内外的电车玩家都看好这个。大家觉得这车能大卖吗？觉得能大卖啊，打个1啊；觉得大卖不了，打一个2啊。看一下同学们弹幕，车内饰是比较简洁的风格。很多同学说啊，这车大卖不了，我觉得呢也是前景堪忧，主要是这个方向盘。有同学说必须用圆形方向盘，主播不这么看。主播给你出一个办法啊，索尼正在看节目的索尼高管啊，索尼的同学你都看着点，往心里去，让主播给你提供一个绝对大卖的方案。别眨眼睛，3、2、1。你把方向盘直接改成 PS5 的手柄，绝对大卖啊，对吧？上车咱就在后边玩 PS5 游戏。有同学说这纯属瞎编，我什么时候瞎编了？回忆一下上周的新闻，是不是特斯拉已经把 Steam 安装到特斯拉车机上了，对吧？那我索尼的车机就玩 PS5 就完了，买 PS5 送汽车，对吧？用我这个方案肯定大卖啊。微软表示急求合作伙伴啊，急求合作伙伴，我们也可以啊。下一个啊，看完海外啊，回到国内。本周车圈最大热点的新闻就是仰望品牌发布啊，这比亚迪发布了高端系列100万豪车品牌仰望。大家觉得这个车标设计的如何？满分100，你打几分？那么这款车呢，也是引起万众关注啊。车型外观啊，比较的硬朗，方方正正的硬派越野。那么这款车呢，它的核心卖点啊，就是要以技术作为一个豪车100万豪车的立足点。之前咱们看到很多海外的豪车品牌。宾利也好啊，劳斯莱斯也好啊，那很多的时候就是豪华100年的情怀在里面。那我们看看比亚迪如何把一款车能够让你卖到100万，还让你觉得值得。这次呢是一套4电机独立驱动为核心的动力系统啊，简单来说就是4个轱辘各干各的。咱们瞧一下啊，首先是4轮扭矩分配啊，当我们在不平坦的路上的时候啊，4个轮子呢可以毫秒级别的调整轮端动态。特别是有一项黑科技啊，比如说一旦我们发生意外，如果我们的这个车胎爆了啊，一下子一个轮胎爆了的话，那很大程度上我们的车就失控了，就会出现危险。那此时我们的爆掉的这个轮胎啊会迅速调整，4轮扭矩呢会分别调整，以达到最终的一个平稳状态，属实是有点黑科技了。那在此状态下呢，能够帮助驾驶员将车辆稳定可控的停下来。大家觉得这项功能如何啊？满分100，你打几分？看完了功能之后啊，觉得确实是有点黑科技。这回再看这个外观就顺眼多了。这款呢就是来自比亚迪的100万豪车 U8。有同学说你说100万就100万啊？不是我说的，比亚迪自己说的啊。100万级新能源硬派越野。不光这些啊，还有呢，本车支持 IP68 级别的防尘防水
是吧？核心部件啊达到 IP68，可以实现紧急浮水变船了啊，水陆两栖了，属于是啊，这高达 IP68级别的，这不就手机吗？这是啊，这成手机了这。在水中呢，可以实现水中机动转向，最终呢游回岸上。大家觉得这功能怎么样？我觉得这功能还是挺溜的啊。为啥这么说呢？你说咱们是不是经常交这个车船税啊？之前都白交了，有了这个车，咱们船税就不白交了。这车买的值啊，对得起我这个车船税。还有呢，这车呢还支持原地4轮转向。根据E4方技术啊，能够通过独立控制两侧车轮进行反向转动，原地掉头。这要堵车，那可太方便了啊！堵死在中间，我直接掉头走了。还有呢，这车就能横着开。看完这车，不知道大家有什么感想？这摆明了这坦克呀，这是。我感想就一个啊，横着走是吧？有钱真的可以横着走。以前就开个玩笑嘛，有钱你不也是4个轮子一个车嘛，对吧？现在你有钱真的可以横着走，可以，特别适合我们这种不会侧方停车的，再小的空我都横着停进去。来吧，看到这里啊，最后满分100，大家给这款比亚迪仰望 EU8打一个分数，你打几分呢？哎呀，简单评价一下啊，之前比亚迪说卖100万啊，这很多人都说飘了。但是呢，发布会上面公布了这几项技术之后啊，我觉得还真的是有点东西。咱们看啊，你看海外这些车都是以情怀说卖到100万豪车。假如说呢，我们以技术为本啊，让人觉得你这个技术值100万，那也是很好的。毕竟咱们都是新车企嘛，没有那种所谓的100年情怀。如果我们能靠技术打动广大用户的话，也是一件好的事吧。看一下同名弹幕啊，有同学说这个技术倒挺好，就是这个车的外观感觉一般。我劝你谨言慎行，为啥呢？你还没看这个呢啊！咱们继续，除了 U8，还有更加高端的 U9，同样是100万跑车啊！大家觉得 U9 这个外观满分100，你打几分呢？关于这车咱就不多说什么了啊，我就说一句话啊，看完了这个车之后再看 U8，是不是觉得帅多了？谁说 U9 没有作用？它的作用就是让 U8 看起来果然这是100万豪车。来看我们的老朋友啊，世界首富马斯克。马斯克呀，对于这个推特的整顿呢，还在继续，什么员工福利啊，咔咔的往下砍，然后裁员。那最新的消息报道呢，员工表示啊，这个推特员工得自带卫生纸上班。马斯克回应啊，确有其事啊，也就那半天是吧？来问大家一下啊，你们公司需要自己自带卫生纸上班吗？需要同学打个1啊，不需要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同学问主播啊，怎么看这件事儿？我觉得没啥啊，为啥呢？因为马斯克世界首富，他本人是以身作则的啊。还记不记得上个月的新闻？马斯克进推特当天自己扛着洗手盆进去，老板都扛洗手盆，你员工带点卫生纸又怎么了？为什么成天老去吐槽马斯克啊？是不是就看人家有钱是吧？马斯克说了，那真的半天是这样式的。所以啊，这个老板啊，以后你们要想裁员呢，一定要以身作则，你先把自己裁了是吧？员工肯定。这个推特呀，不光都是坏消息啊，裁员这些，咱们也得看点好消息。最新消息呢，黑客盗取了2.35亿的推特用户数据，一共呢63个 GB 啊，目前呢免费公开下载啊，所有人都可以下载了。那么这个数据呢，目前已经在各大黑客论坛公开，不知道大家看的这个事儿怎么样啊？我先问你个问题啊，你觉得2.35亿推特用户被盗的这个事儿，对于马斯克来说是好事啊，还是坏事啊？我刚才说可是好事啊！有同学说你这主播就瞎编的，这怎么能是好事呢？我劝你仔细想一想啊，主播一般不瞎编。我说是好事啊，一会儿咱们说为啥。那么有同学说这个2.35亿，这可不少啊。这个为啥黑客他就敢免费公开呢？这是有前因后果的。为啥呢？咱们往前看啊，就在上周，黑客呢是窃取了4个亿的用户，在各大网站的售价20万美元，勒索马斯克，你破财消灾吧。现在看起来好像是马斯克可能是没交钱，所以呢，这个推特黑客可能是先放出2.35亿啊，让你感受一下压力。这手里还有1.7亿用户呢。当然我这个瞎猜啊，也许不是一波黑客。来问大家一下啊，你猜马斯克最终会掏钱吗？觉得会啊，打个1啊；觉得不会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的弹幕。黑客啊跟马斯克说呀，20万对于你来说是非常便宜的，我没要你高价呀啊，世界首富，20万你还差这点钱吗？如果你不交钱，会发生什么事儿呢？给你个例子，就在1个月前，脸书刚刚被黑客盗取了5亿的用户，那么欧洲监管机构呢，直接罚了2.65亿欧元，2.65亿欧元，对吧？监管机构罚你这么多，我们黑客就要你20万，什么叫良心呢？你说吧，你是马斯克，你是给监管机构2.65亿，还是给黑客20万？给监管机构打个1啊，给黑客打一个2，看一下同学们弹幕。
弹幕表示啊，主播是不是烧糊涂了？罚了这么多钱，怎么能还说是好事呢？听主播给你表达一下吧，是吧？别忘了是马斯克呀，马斯克过去这1个多月里面要裁员75%啊，外界反应很激烈。马斯克说：“那我不裁那么多，咱们只裁50%。”所以呢，在过去1个月里面，马斯克先裁了50%，然后呢又裁了50%的50%。现在呢，这个推特剩的人不多了啊，但是马斯克还嫌多，正好有这个事儿。你这个安全团队是怎么做的？推特的安全团队形同虚设，这回我马斯克就有理由了。咱们好几亿的用户数据都被盗了，总得有人负责吧？二话不说，马斯克的推特的安全团队是吧，主动辞职吧。所以你说，对于马斯克来说，这是不是好事呢？危机，有危险的时候，你要在里面找到机会，坏事变好事嘛。科技不无聊，主播来吐槽。如果还想看到主播下周疯狂吐槽各家厂商啊，欢迎点一个关注，要不然下周你肯定看不着我了。免费赞也行啊，我们下周再见。祝大家都有强壮的身体，多赚 money， 天天都能休息，每天还有花不完的法定货币。感谢大家的点赞。哎，这是谁掉的硬币啊？给大佬们磕头了。下周别忘了还来玩啊！又想起了陈年老梗，有同学问说，这个特斯拉现在裁了这么多啊，马斯克给推特搞的这是人心惶惶。你说这个整个推特里边这些剩下这个员工还没被裁的，到底哪个员工是最安全的呢？答案是保安。马斯克裁了这么多人，是吧？很危险的。这保安是最安全的啊，天天看着门是吧？保护马斯克的安全。有同学说你别瞎编了，马斯克世界首富，谁能惦记他？这事儿在其他地方可能不多见，但是在我们阿美利卡那可是很常见的，是吧？马斯克表示啊，我告诉所有人，我不会自杀的。言外之意是什么？如果我没了，你懂的。哈，根据新闻报道啊，这个被质疑啊精神状态不正常啊。目前马斯克表示呢，我已经公开声明不会自杀了。到时候出了什么事儿，广大网友啊可得给我申冤呐。那么这里来问大家一下啊，大家觉得马斯克未来的安全情况啊，满分100吧。未来1年马斯克的安全指数是多少分？大家可以打在弹幕上。哎呀，所以说呀，这个人生苦短，世界首富又如何呀？还不是看不到明天吗？过两天新闻报道，某前世界首富背后身中8枪，在家自杀。好，不开玩笑啊，这个不管怎么说，还是希望呢马斯克啊能够平平安安的度过兔年。有人知道马斯克是属什么呢？